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认识一下今天情感疗愈团的老师们。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文静儿，让我们一起在爱里做自己，快乐成长哦。爱情是生活的科学。大家好，我是作家陆琪。大家好，我是新唐李娜，愿您爱的人也正在爱着您。大家好，我是演员牛莉，愿你爱的人永远爱着你。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爱情啊，不仅是彼此需要对方在一起，更应该是彼此想要和对方在一起。认识完老师之后呢，我们要有请我们今天的三组嘉宾。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盛先生38岁，来自吉林，待业；李女士37岁，来自吉林，个体。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觉得阻碍你们感情的是什么？我觉得是因为她前男友，因为我俩现在生活在一起，她处处拿我跟她前男友做比较。那可多了去了，房子呀、孩子呀、老人呐，最主要的不信任我，还有事瞒着我，这种日子怎么继续啊？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我当然是想跟他结婚呐，我想好好过日子，我想有个家。但是他现在把我隐藏了，他处处不让他家人知道有我这个人的存在。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呢？原本我不想跟他在一起了，因为他太小气了，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到未来，说一样做一样。但是我们两个在一起，毕竟马上4年了，所以说今天来，我想看看他对我的态度。您这个地下工作做得好啊，4年了，家人都不知道啊。我也是有原因的呀，他一天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呀。当初答应我那些事儿，哪个他做到了，哪个他也没做到啊。都答应了哪些事儿呢？房子呀，孩子呀，老人呢。房子是说你们要结婚要买房子吗？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他有2个房子，但是到现在呢就剩1个了，而且呢张罗跟我俩结婚，这1个也不打算卖，那怎么结婚呢？我也不是说不卖，当时我也跟你说了，是父母拆迁给我留下2个房子，那毕竟2婚，然后咱俩双方都有个孩子，我孩子都已经16了，那我给我儿子留一套房子，那也不算是不可以。我有啥欺骗？我怎么欺骗你了就啊？那你当初的时候，你跟我俩说是2套，现在剩1套了，跟我俩结婚，这1套他也不处理呀？这1套不能直接住吗？他家这1套吧是在那个农村，我们两个在长春那个市里，所以说不可能回农村那儿住去啊。除了没房子，刚刚还说了一个孩子问题。他跟我俩在一起那个时候，他说他家这孩子不用他管，他父母给带，所以说我才考虑吧跟他俩在一起。自从跟我俩在一起之后，就频繁给孩子钱呢，然后还背着我给。为什么我隐瞒？我不隐瞒行吗？那我儿子我说买个贵一些的，那你会怎么样？但是你家孩子同样买东西的情况下，你从来没考虑过价钱呢？我不是说不让你转，但是最起码吧，你得跟我俩商量着，你不要背着我，然后转完之后呢，还把那个记录啥偷摸的删了。那你拿我当啥了？你刚才说，如果你给孩子买一个高档东西，比如说你要给孩子买一个300块钱的鞋，他会怎么样？那肯定是不愿意啊！现在一个小孩不愿意会怎么样？反正就是得打一仗。为什么2个人都还没有到必须要结婚见双方家人，就已经把钱交给了对方保管？刚开始他说的呀，说我俩走在一起之后，啥都听我的。他说他有2个房子吗？我要是说的想在我们那个本市买房子的话，他就把那2个房子处理。他当初他要不答应我的话，我不能跟他在一起啊。那你啥没有，然后我还得 AA 制啊，那我也不能跟你俩在一起啊。哦，那你嫁给他这个就是为了他有这2个房子，所以才你们俩之间没有什么感情是吧？要说没有感情吧，也有点儿。当初的时候我也跟他说了，我之前吧我有过上一段的恋情，那个时候吧还没走出来，然后跟他认识的。他答应我了，是陪我一起走出来呀。我俩刚认识是在网上认识的吗？一开始是朋友，后期我就是备胎，备了2年之后，也可能是他真的走出来了呗。这个事儿不都是你当初愿意的吗？你要不愿意的时候，我还不跟俩接触呢。不，我就再愿意去吧，我不能经常跟你去上人家去。老师，你们评评理。那个时候他说不行，我闹心，我就心里烦躁，我不得劲儿，我就想上前男友家去看看去。啊，去了吗？去了。你还真去了？就在楼下转圈，看人家灯亮没亮啊，有没有人在那住啊，几个人在那住。他挺开心的呀。我还挺开心。要不开心的话，为啥第2次我带你去你还去啊？他有可能是强颜欢笑呢。你在哪能看出我开心呢？我怎么能开心呢？真是我就是在你跟前不想表现，不想
跟你在打仗吵吵。所以其实即使是你们两个都已经在一起了，你是不爱他的，你心里只爱你的前任，对吗？这个吧，刚开始确实是有点儿。到什么时候你觉得那点儿就没了呢？等到后来我俩在一起快到1年左右的时候了吧，然后我就是对我前男友一点儿也不想了。他作为一剂特效药已经没用了，现在前男友已经不想了，可以把他放了呀。我吧也是跟他俩3番5次想跟他俩提过分手，但是他吧就是左次右次的了，不是给我打电话呀，又发信息了的，完了又回来找我吃烧烤的，完我这人心还软，然后一瞅他吧就可怜兮兮的那样，我现在再给次机会吧，但是还是这样式的呀，3番5次的，贼小心眼儿的。最主要的，我跟俩在一起马上4年了，你那老人一句话都不说呀，我俩结啥婚呢？我母亲现在都已经70岁了，因为我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了，我母亲就告诉我，我只能帮你把孩子健健康康给你带大了，说你也不小了，你眼瞅都奔40了，妈也不能总跟你一辈子。那你跟你前妻结婚的时候，他咋啥都管呢？那时候我年轻，父母这也正年轻的时候，他给我操办也属于正常。老人都70岁了，你现在还让他给我，还得给我办一个轰轰烈烈的婚礼，那你的要求也是有点太那啥了吧？互相理解一下，你也有父母，你也有儿子。我还不理解吗？我跟你俩在一起马上4年了，4年了，一共去1次。别管我去几次，没给我拿过1分钱。哎，你也没有带着礼物去人家家呀？人家也许准备好了什么金项链、金戒指，然后一看您空手的，就直接又把那金项链、金戒指给藏了。那没有，第一次吧，我虽然没给他父母买一些衣服啥的，但是买些水果。其实吧，我在意的吧，不是说的他父母能给我拿多少彩礼，我在乎的是这个态度。最起码的，你父母也得张罗一下子，说双方老人在一起见个面吃顿饭是吧？最起码是接受我了。您刚刚说，如果老人招呼着您的父母来见面，这个婚就能结，对不对？也不是，结婚了这个岁数了，最起码得有个婚房吧？有房子吗？有房子，你就说那啥吧，我把这房子卖他，然后在你这个城市，我交个首付，然后咱俩结婚，一起还那个首付，你看能不能结这个婚吧？那事儿也不是就这一个呀，成天的吧，总寻思干这干那个的。那你手里有钱呢，你有那么大实力啊，想干这干那个的？我就一天吧，就想让他好消停上个班，你就哪怕1月挣3000，最起码得稳定。我不甘于1个月挣个3000、4000上个小班，我不甘于现实的生活。最后这一次都没跟我俩说，拿包就走了，一走2月。我这2个月在外地打工去了。钱呢？钱在外地基本上没剩啥。1个月挣多少钱？1个月是6000块钱。你打什么工？就是给后厨给人家那个学切菜、切墩。对，连学人家那个配方，连给人家上字。你去餐馆打工，人家是包吃包住的，至少包吃吧。对，你那6000块钱怎么可能不剩？没有，我出去2个月，我剩了1个月工资。这不那啥吗？在外边干2个月吗？2个月期间吧，我给他打电话，我就特意的，我说家里这坏了那坏了，就想就好好沟通沟通呗，啥也不管。我说那个电费没有了，我说你交50块电费。你说他说啥？那是你家，你不交，你家谁给你交啊？以后再别给我打电话。所以男生一直是住在你们家的是吧？啊，对。那是得交啊，不仅交电费水费，你还得交租金呢。对呀。我一点积蓄没有，我也没有私房钱，他也都知道。那你在外边，你一天天发撸串子，又吃又喝的有钱，我让交50块电费你都没有。说白了，你那不都在这敷衍我吗？你明明知道他敷衍您，为什么这个手不分得认真一点呢？我吧，这人是心软。后来吧，你说我寻思吧，别管咋地，我现在毕竟这么长时间的感情了，是不是？我还试着给他机会。后来吧，我这不赶上8月份我过生日吗？那你说4年了，我生日哪天你不知道吗？就即使你不知道，我天天我在网上发那些，我自己发些就是那拍小短片啥的，那也看不着吗？我都看见他在那浏览了，我那点浏览页都有，那一点表示也没有啊。哪怕你给我说一句你说的生日快乐都行，我心里都开心。你为什么不说一句生日快乐呀？当时具体是怎么情况我也忘了，我好像也看他那个发那个东西了，然后因为什么事打岔忙过去了，我再就。你别看他就是说话那么的冲啊，这个女方说话那么冲，但是她还是就是挺有一个柔软的心，然后有一个少女心。所以女人是句句只提钱，但心里揣的是爱。对。但是男士是句句都想显示我爱他，但心里不知你揣的是啥。你到底咋想的？我这人也比较重感情，你看现在眼瞅都4年了，我俩虽说总打经常吵。但是我俩也有那个好的时候嘛。
已经都听明白了。现在其实摆在面前的不就一个问题吗？是先生想结婚，女士说了，想结婚的话必须市里一套房，并且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就能解决，对吧？还有不能给他的孩子太多钱对，还有老人要对他认可，要有表示。他这脾气也得改革呀，成天的又有点啥事了，成天就喝，完一喝完之后了，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这个我也接受不了。他脾气也改，就是改成了一个不喝酒的人，是吧？对。哎，但是我想问问，这么久了，其实你的心里已经认可这个男的了，但是你为什么不把他介绍给你的家人呢？头段时间他哥哥生病了，我说那个我去看看去，办个住院的，买个药啥的，我去给那个多接触接触。兜比脸都干净，你到那会儿干啥去啊？丢人现眼去啊？为什么会丢人现眼？我就觉得我怕以后我俩走不到一起去，因为他这些事儿吧，他就说到做一道，我怕我俩万一哪天分手了，你说我把他带到我家人面前了，再分了，我怎么跟我家人交代呀？对，那你也得考虑考虑我的感受。4年了，他家人打个电话都得，你快上一边，都这个。今天是您来的，您要求把女士能够娶回家当媳妇儿，对吧？对。所以今天他说的3条，咱能有变化吗？房子，每个月3000的工资，固定工作和透明的给钱给孩子，不要藏藏掖掖的，能做到吗？这个能做到，孩子这方面我倒是可以。刚刚还提了第4点，脾气改，别喝酒。这个也可以少喝点。明白了，我们来听听哥哥姐姐们是怎么看他们这一对的。我看他俩当下应该是还是房子的问题。我小妹儿，我听的是主要还是现实的工作和房子，他们2个之间是互相心里还都有。只要男方调，这婚姻就能接得成，能接得成。好，我觉得吧，这位女士以后吧就不要在这位男士面前提什么前男友，过去就让他过去，咱们现在就重新开始，因为换作是我也会难受的。我觉得吧，就婚房这个事情，总得有一个保障吧。就结婚啥的，房子也是必需品，就还是得有的。经人的统一，女士们都是觉得必须得有房子。那我们情感导师怎么看？首先，我想跟您说的是，谁都不是替代品，每个人给你的恋爱体验都是不一样的。你的人生是往前走的，你每一段路都是有它的意义的。就是你要在这个过程中去发现这个人给你的好，而不是你一味的去跟他说你不够好，你不够好。因为你一直这样打压对方的话，他可能就真的会朝着你说的那个方向去发展。这是第一点，就是你要给你的一个爱人一个良好的心态。第2点就是，我觉得情感里面是需要有边界感的，就是他给他的孩子花多少钱，是他作为一个父亲的本能。你没有办法去要求一个人去违背他的本能而做事情。那第3点呢，还有一点就是，你们2个人都要互相品一品。一个是品你们真的是有这么喜欢对方吗？你有喜欢他到你想跟他结婚吗？你们都不要为自己曾经的付出而不甘心，因为那都是你们那个当下自己的选择，自己甘之如饴的选择。这个事儿吧，其实很简单，就是空手套白狼，结果被狼发现了。这位先生，你觉得你身边这位女士是你能空手套来的吗？不是。你一直觉得自己在为她付出，但我告诉你，她为什么不满意？因为很简单，因为你在核心利益上你从来没有让步过，你没舍得把自己最内核的那些保护的最好那些东西拿出来过，这是她一直对你不满意的一个地方。至于对于你来说，你是真的对她开放了你的内心吗？不是的，你只是一步一步的引诱她来到你的套中。你总觉得只要你跟我进入了婚姻，你被我套住了，你就跑不了了。你错了。首先，他进不了你的套；其次，就算他进了你的套，他也照样能走，不是没有走过。所以你要明白一个道理，这不是你空手套白狼能套到的人。这是一。第2，这位女士，既然你已经发现他在空手套白狼，你又为什么不走呢？因为也很简单，你有幻想。你总幻想着，你口袋里既然有那么多块肉，你总会拿1块肉来给我吃吧？贪婪啊！其实我觉得你要一套房，要他父母的认同，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再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情绪价值，再加物质价值。可问题在于，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被温柔的谎言，被一个温柔的陷阱一步一步的给吸引过去了呢？所以呀，各有各的自私。我觉得你们2个人不需要改变了，各自分开，
各自去找各自的草原，各自去找各自的森林就可以了。空手套白狼是套不到真正的爱情的，真正的爱情也不会总盯着人家口袋里那几块将拿未拿出来的肉。陆琪老师说的特别好，总是能够拨开迷雾，看到本质。所以，如果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希望跟陆琪老师能够有1对1的交流机会的话，也要记得关注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记得要亮明自己的爱宝忠实观众身份。这样的话呢，陆琪老师还能够给您一份新人礼。我觉得女方就是摆这个强势的地方，其实你自己可以有一片天，然后你也可以有财富自由的，你是个体嘛，你不用需要非要这个男人给予你什么。如果你真的很独立的话，自立的话，你就干你自己的。然后我觉得他如果在旁边可以给你一种情感支持，给你一种这个情绪价值，我说对你来说就很好了。你把自己发展好了，不找任何人去索取什么，就更加的独立优秀，这不更好吗？我觉得你们的之间的感情呢，其实分2个阶段，头2年是一个阶段，在这第1阶段里面，其实女士是需要男士的，它是一剂药，要疗伤的，而在那个阶段，男士是想和女士在一起的，因此他做出了很多通常我们男人接受不了的事情。带着现女友去他的前男友家徘徊，去思念，这种想要感情是很深的。但是，到了后2年，我认为2个人的状态就变了。男生可能有的爱给出了2年，被消耗的所剩无几了，因此发生了很多的争吵。你现在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女人，要成家嘛，但是你又给她不了很多东西，当时想给的现在不想给了，还想要去创业，同时又住在女士家里，你只是需要她而已。而女士呢，经过这2年的一个过程，你现在倒对她更多是想要了，可是她给你的呢，却不是你真正想要得到的，所以就产生这样矛盾。所以我觉得下一步你们俩真的应该先分开一段时间，未必是要现在就要离开，可能2个人对于过去4年的感情都是有过付出，马上结束不太可能，但一定要冷静一段时间，去好好想想，想要和需要是否能并存，并存就可以继续下去，如果缺一，就不要再进行下去了。我听下来，通篇其实就是不般配、不甘心。不般配的时候，一早都没看上您，只是因为您正好可以填上前男友那个空，所以领着您也就去了。但是女人有的时候就是自己作茧自缚，她用了那么漫长的时间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她早就知道真相是什么，但是自己不愿意信。现在您就等于拿自己的人生想改别人的命运，这个人的命运是你改得了的吗？改变不了的，分了吧，别再浪费时间。但是具体怎么操作，还得您2位自己想。现在先休息一下，我们再来听听我们柴大哥他们一家的故事。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柴先生56岁，来自吉林待业；李女士53岁，来自吉林待业。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他身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脾气特别大，总和我较劲，结婚这30年总拿我当外人。他总是不理解我，总是不给我空间，总是难为我。请评价一下你们这30年的婚姻生活。结婚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迁就他，一直在找维持下去的理由。我现在特别的累。这30年，生活当中我总是压抑，总是憋气，总是不痛快。您来节目的诉求是什么？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他以后遇事儿能不能和我商量着来。孩子都这么大了，总不能走打着过吧？就是为了孩子，他能不能改变？今天要他一个态度。他总是遇事要跟我商量，他声音也很高，这是商量的态度吗？你说这日子应该怎么过？您2位来到我们节目是您要求的还是您先生啊？我要求。您是希望您的先生能够改。对。他具体要改的是哪些呢？爱较真儿，遇事就发火，然后还对我不信任。就比如说吧，98年的时候他下岗的时候呢，不吱声，生闷气。你一搭茬的时候，他那边就火了。你就是你怎么问他都问不出来什么事儿，就离走了，上外边喝酒去了。我不是说是我不想问你，你嗓门太高，我跟你俩说话我说不到一起去，咱俩就得吵吵。我还不如跟外人朋友探讨这些事儿，不管怎么说，他不能跟我俩吵吵。
朋友能解决你家里的问题吗？我想叫你解决，你不可能心平气和跟我说。你从来你都不信任我，你不相信我，我可以跟你俩商讨这些事儿。像这样的争吵，家里经常会发生哈？经常发生，因为我家还有婆婆，还有孩子。我生完我儿子产后潮湿，就是说上有老下有小，完了中间还有一个病人。那个时候您自己是没收入的，没有收入。所以他下岗之后着急，您更着急，身边这么多人要开销。哎，我好奇问一句啊，他当时下岗的时候，你有安慰他吗？他不给我机会，所以你指导他。我指导他了，我说的更好，那个下岗咱们机会来了，你应该怎么做，对不对？对对，我给了你几条路，你选不选？是这意思吧？你看我就知道。知道我心情不好，他说你能过就过，你不能过咱俩离婚就散。我说你这么说你刺激我，那我就不跟哪说了。我上边我散散心，我找朋友喝酒，伤心了，叙旧，伤心了。我觉得这事儿伤得挺深啊，98年到现在。那时候我就有点破烂破摔了。能过就过，过不好就分，是你说的话吗？当时没这么说，他说的。他说我下岗了，你还能跟我过了吗？我说那下岗就下岗吧，你别耍脾气啊！你就这样式的话，你说每天咱们……当时你是这么说的，你心情也不好。我跟你说完，你说你能过不了，咱俩就散。那是后来都心情，就是你把我的心情，那个心情是你把我心情带坏的。这就是30年前的一句气话，对不对？分篇。好不好？我们往后面说啊。然后还有2010年孩子生病的时候，这一件事情我特别伤心。孩子生病，一型糖尿病，我儿子特别乖巧，学习也非常好。就是到高1住校的时候，就是一场疾病以后，他就又消极了，就出外边跟人家喝酒去。他喝酒不是说我找一个人喝酒，喝完了就回来，他不的，一天有5、6个酒友，谁找他都喝。我喝酒怎么的？孩子有病，我心情我不好，跟你说话一吵就闹，我怕影响孩子。那你朋友你喝酒，你家孩子生病在家里边，首先孩子生病还得需要住院，需要钱，还要有生活费。你朋友你就听你朋友的，你朋友跟你过一辈子呀？哎，但是他拿钱回来了没？那个时候我们吧做点买卖，卖过水果，烤过苞米，不管怎么说的维持生活。孩子有病的时候就不做了，他就是出外边就是喝酒，喝了有3年。那这么多年下来了，丈夫呢也基本上就是这样，你也都了解了。有没有想过，咱不靠男人，靠自己，我出去工作来养活这个家？想过，我做的微商。丈夫支持吗？也支持也不支持，他不信任我。有一次我一个朋友跟我一起要合作做项目，然后我们就约好上公园去见面，就谈论这件事情。然后他呢就打电话，他就一直就数落我。到公园见面吧，这不适合你谈项目。因为说啥，你到公园他去玩去了。就是这样，我俩就是争执好长时间。然后后来就给我逼到啥样呢？我就想，我这么多年跟你就是死心塌地的过日子哈，我有没有什么过错？你不相信我呀？当时就给我气的，我这头发从根绞下来的。剪了头发这事儿，大哥就过了，对吧？基本就是消停了。那现在还有出现什么让您觉得什么争风吃醋啊？没有过，没有了哈。哎，你别说没有，就是在最近这几天，有个就是老王大哥，人特别善良。我们是在早市的时候从这走路过的，因为我是产后潮湿嘛，他是卖膏药，然后这个头几天的这个大哥就是加微信就又找到我。这个大哥他就比较时尚，就是说，他说宝儿，我一听，哎呀妈呀！他让他听着又有事儿了，紧忙我就把手机我就静音了，我就走出去了。我这一往出走，他也跟着走，比我走还快呢。我这边在刚说话，他那边大吼大叫的，给人吓得人家都不敢说啥了，到现在也不跟我联系了。这个人有问题，因为这称呼不能说宝，人这称呼不是乱称呼的。你是担心那个大爷会对他有别的想法，你是及时的把这个给控制住了，对吧？对。就大哥来看，他是控制住了局面。那现在所有的矛盾其实都停下来了，就生活中小的争风吃醋，以及一些多年前的小的一些算是人生小插曲吧。当时挺大的，但也都扛过来了。那到了现在，为什么觉得反而过不下去了呢？还有个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呢？就是他和我妈较劲儿。因为我母亲现在就是脑血栓嘛，因为我小妹妹现在在医院照顾我儿子呢，我妈还没人照顾。
然后我就觉得挺亏欠我父母的嘛，我们就上农村种地去了。然后这个我妈说他2句，他比较笨，说他2句呢，他就赌气。你妈是怎么说的？你看你这么笨，说出不好听的话，然后他说吧，我就说啥呢？你不可以有话好好说吗？你不能心平气和说吗？你还叫你先别叫他嘴，今天咱别浪费这个时间。完了我就走了。我发现他有可能也是年岁大了，喝酒喝的，有一点事儿刺激他的事儿哈，就不如他心的事儿，他就发火。他总是不理解我，然后我说什么事儿吧，他都是阻碍我。我想跟他商量，他嗓门比我还要高。你要商量什么呀？我说这跟着商量商量，你不说咱孩子事儿，他说这事儿不用你管，我全权代表不用你管，你商量也没用，我也不能照你这话去办。然后他这么声音一高，我俩很可能能吵吵起来。他就是嘴硬。你对他还有感情吗？你喜欢他什么？就是无论他要干啥，他要用心吧，他能干得很完美。就是一个是节俭，不乱花钱。大哥，如果他以刚才那个温柔的状态来面对你，满意吗？满意。如果他以这样的方式来面对你，你打算怎么做？怎么改？不喝酒了。行吗？能做到吗？少喝一点，少喝一点，还是要。大哥，我问一下，你喝酒现在是一周喝几次啊？心情要是好的时候喝点，心情不好就不喝酒。现在喝酒不是那么高频次了，是吧？喝酒不是那样了。然后这个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还是偏激，没等人家说完话呢，他就好比你这个大哥说这个宝的事儿。叫宝的事不是随随便便说，他不是个事儿，他不是个事儿。拿我就是你看，拿你就是个事儿，那你不接招，你不虎吗？你跟他说，你不能用这个口气。哎，等一下，你们俩有没有发现，你们俩人一句话就能吵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人家吵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们拿攻击当沟通啊。你想让他不爆发，不是我们来帮你，明明知道他要什么，给他就行了嘛。不就是要夸2句吗？不就是想多听你说他2句什么做事情特别认真，一旦认准了什么干啥像啥，干事情完美，不就是不爱听什么笨喽，以及钻牛角尖喽，爱喝酒喽，朋友都是狐朋狗友喽，不就是这吗？我也试着改变一下，像老师这么去说的。成，我们也听听一直在旁边听着的我们的2对嘉宾怎么看的吧。我感觉这大哥挺憋屈的，就这大姐这嘴挺烈。再就出去喝酒，那像这种就是，那实际上要是我也不愿意在家待。那你作为一个男的，你一有事儿就出来喝去？我跟你说，男人吧就应该是拿得起放得下，是不是？遇事儿扛事儿啊！你一有事儿了，你出来喝去，那我们心就不难受啊？那大哥他下岗了呀，女士也动不动就骂这位男士嘛，大哥也不容易，喝点酒，我觉得是借酒消愁，以后还是互相理解一下，好好把日子过下去。我们小付这是憋不住了呀，就刚刚这男人特别理解男人是吧？那一下腾的一下冒起来了。对，人生低谷嘛，下岗了，他确实挺不容易的。喝酒加上对方的责骂，这种要是我也会的。你当然会啊，你爱喝得很，你也经常喝酒，受不了。所以嘛，女人们在这个时候也是找到了共同的同频了，是不是？身边坐的男子都是爱喝酒，一遇事儿躲起来。作为女人来说的话，其实我特别能理解您一个点，就是如果遇到一个男的突然一下大声对我说话，就是很容易就是心慌，就是我们这样讲说，退一步那个乳腺增生，然后甲状腺结节，然后就之类的。我能理解您这个，就是从我们女生的这个生理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情绪稳定的价值空间的。而且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叔叔能够给到您的。他从上台到现在为止，我其实看到他更多的输出都是在抹眼泪。而且我觉得哪儿有泪不轻弹嘛，尤其已经年过半百的年纪了，他今天我觉得他流下的每一滴泪水，其实都是对于你们感情的一个真挚的回馈。他其实很爱您，我也能看出来您很爱这个叔叔。人生就是这个样子的，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拌嘴也好，坎坷也好。我觉得最珍贵的是你们一起真的已经走过了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人可以跟你们这样走下来的路。我这一整场看下来，我都觉得其实你们两个特别相爱，只是你们用了一种不
不太合适的沟通方式来表达说我爱你，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回去也会越来越好，日子一定会越来越红火的，一定是先苦后甜的嘛。我还是祝福叔叔阿姨。我年轻的时候写啊，生活是一碗酒，后来成年之后发现不对，生活它不是一碗酒，生活它是宿醉之后那一地狼藉。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只能看到对方身上的错，但看不到对方脸上的泪水。这是我们很多夫妻在一地狼藉的生活之后变成的常态。第二个，对错是有顺序的。比如说他喝酒肯定是他不对，但是我们往前倒的时候，是什么让他沉溺在酒里面？是什么让他心情颓丧？是什么让他那么多年都是低落到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工作？会不会是某一天他回到家里面来说我下岗了？他希望得到的是妻子的一个拥抱，妻子对他说没关系，我们好好过，我们把这一关给闯过去。但是你却说你下岗了，你没用。为什么别人不下岗而你下岗了？你是不是说这句话？说了。所以我说对错是有顺序的，就是我们从一开始的那个错从何而来。所以呢，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如果你们真的要我们调解，我的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就是你们彼此要为当初的错向对方道歉。你为当时你没有好好安慰他向他道歉，而大哥你为这么多年喝酒没有好好照顾家里也向你的太太道歉。第三个，管老公跟管孩子一样，你是鼓励教育呢还是指责教育呢？我相信您对您的儿子是以鼓励教育为主，是不是？可为什么你对你的丈夫一直是指责教育？你们俩在一起30年，这个男人是你养出来的，他的性格是你养出来的。大哥一样的，您太太的性格也是你养出来的。30年，你用你的冷暴力让他越来越急，所以你们彼此之间谁也不要说因为你的性格怎么样，他的性格是你管教出来的。所以收起你的指责教育，更多的用鼓励教育。我不要你多，每天你夸他30分钟，每天你哄他30分钟，你们两个人的关系马上就好了。家庭啊，它是一个合伙制，在一个家庭里面，你看经济来源、家务的完成者以及情绪的提供者，这3者在一个家庭里面都必须要有。这个时候，当对方完成了其中一个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他足够的认同感。所以你们彼此之间在一个家庭里面已经完成了合伙人的这个工作，但是你们欠缺一点，你们欠缺的是什么？我们说开一个公司叫分红嘛，红利在什么地方？我做了那么多，我的好处在什么地方？你的好处就在对方的嘴里，多夸，多说好话，用你的情绪价值来让对方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面是有意义的。非常感谢陆琪老师。那还是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假如遇到自己生活里头的麻烦事呢，记得到微信公众号找陆琪老师，关注陆琪老师，并且报出您自己爱宝忠实粉丝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还可以得到新人礼物。那么有请牛老师。希望你们真的还是能走下去吧，因为2个人其实都是彼此相爱的，能走30年很不容易的。爱重要还是
是人的性格却没有好性格或坏性格，它只有特点。就像您刚刚在说您老公他有坏毛病，什么爱钻牛角尖，但我觉得这也正好是他的优点啊。就因为他喜欢就是在一件事情上专注，才可能出现像您后来所讲的，当他一旦决定做一件事，他会把那件事做得最完美。这不就是说明了他的性格特点可以帮助他成功吗？而他的性格特点也就会注定使他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自我内耗。为什么他不能自我内耗呢？为什么他自我内耗的时候我们就得抽他呢？我们一边在夸一个蜗牛，你真厉害，走得慢慢的，然后性格慢慢的，还有自己的房子真好。但是当这个蜗牛缩起来了，我们开始说它，你凭什么有房子？你为什么要躲到房子里？你为什么不能像别的昆虫一样自己把脑袋露出来，拔腿跑啊？你个蜗牛！有毛病的是蜗牛吗？不是我们啊！我们无视男人身上的特点，我们非要把它变成了他的缺点去指责他，只因为我们在心里头立下了一个准则，叫做男人不可以弱，男人不可以有情绪。为什么？他不是人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抱怨一个人的时候，就想一下吧，这真是他的缺点吗？我刚刚看到您的时候，我在老想牛莉老师，因为我对牛莉老师的印象最深的都是春晚我们有好多的小品，而那些小品里头，永远她都是最有女人味儿和最会撒娇的。她也一样会指责别人，但是她的指责是撒娇的，你会知道那女人在撒娇。但是我们今天的姐姐们都在干嘛？撒泼，我们只学会了撒。娇字全扔了。当我们像男人一样强有力，可以像男人一样挣钱，可以像男人一样让自己坚强一点的时候，我们都把娇全扔掉了。至于要扔吗？撒娇多美好，干嘛要撒泼呢？咱再想想好不好？我是希望这婚姻走下去的，具体怎么办，您二位自己看。有请。本期第3对情感嘉宾。小福26岁，来自云南待业；小梦25岁，来自云南文源。那么今天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眼中的他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他脾气特别差，一点耐心都没有，然后还大男子主义，经常来管着我，就很烦。他总说是为了我，但我觉得他就是为他自己，他还一天道德绑架我。他看不到我的付出，一点也不理解我，每次发自内心的为他去着想，可到最后受伤的总是我，我真的很想不通。你给对方打多少分？100分。虽然我俩之间经常吵架，但是我是喜欢他的，我想跟他长长久久。50分吧，我是一个理性的人，比较喜欢看这种事情结果，但我们现在总吵架，他还甩锅给我，能力也有待提高。我说啥他也不听，然后我也不知道咋就变成现在这样了。好惨，50分的小付自己知道这个分数吗？我不知道呢。之前猜自个儿估计能得多少分？70、80分吧，没想到比这还低呢。没想到都不及格哈。对对对。那今天是谁要来到这儿的？是我要来的啊，因为我最近这1、2个月吧，跟他老吵架，不知道为啥，就因为一点小事也吵，说句话都跟我吵。我跟你吵架还不是因为你自己，还说什么为了我？我怎么你干嘛就为了我了？我之前是干网络设备调试的，经常要出差。有一次跟他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要是我的工作不出差该有多好啊。后来我就因为他的这样一句话，我把我的工作给辞了，大半年一直在找工作，每天去面试，就想找个稳定的不出差的，晚上回来能陪陪他的这种。你辞职之前跟他有说过吗？商量过吗？没有商量过，我直接偷偷的辞了。哎呦，你想给他一个惊喜？对，辞了工作，什么收入都没有，然后全部都靠我，你觉得这是惊喜吗？他把锅全甩来给我背着，还说是为了我，明明就是自己可能不想上那份班了。那你这样想嘛，我跟你现在都没结婚嘛，对不对？我不可能，我把我的饭碗砸了，不去上班，天天闲着嘛。我不可能，我现在跟你谈恋爱，我花你的钱嘛，对不对？现在是花谁的钱呀？你没工作之后，他也在帮我，那就是花他的钱呗。但是当时确实是为了他的那样一句话，我把工作给辞了。哎，那这半年咱为啥就不能找一个本地的？比如说送外卖的话，我们保证不出差。这大半年吧，我也在手机上干兼职，就有收入是不是？对，也收入，1个月也2、几千块钱。哦，那个的话不太稳定吧？就人家找你，你有生意的时候有一点收入，但是没有生意的时候就一点收入都没有嘛。
平时的很多花销都压在我身上，所以我就经常催着他找班上，就催多了他也烦，然后我也烦。刚刚您数落男朋友的时候几条嘛？一个是甩锅，还有一个是什么？我觉得他脾气特别差。上次他自己跟我说他想买个投影仪，他让我给他看，然后我挑了几个投影仪吧，我就看到一个性价比挺高的，我把那链接分享给他，可是发过去好一会儿他都没有回复我，但那个时间是午饭时间，他绝对已经就是可能是在看手机的。你当时发给我，他也没给我打电话。我给你打了，然后但是我没看到你给我发的消息，你是给我打电话，但是我当时在忙着我自己手上的事情。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说给你发了个东西，你看一下，你咋说的？我在忙，然后啪就挂了，我下一句话都还没说出来，他就给我电话挂了。我就觉得他现在很敷衍，就这一次就证明了他脾气差。还有喝酒，让他少喝一点，他就说啊你也不懂我，我跟你也沟通不了，我不想跟你说。最主要是他喝完酒吧，他大半夜的2、3点不睡觉，他还给我打电话。我第二天还得工作呀，我得早起。你不睡，反正你又不上班，你白天能在家休息。可是我得上班呀，你弄得我第二天一点工作精神都没有。好，这也算是他的错。那你只知道你自己伤心了。那我们那边有个习俗嘛，当伴娘不能超过3次。当时他的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说，能帮我当个伴娘吗？他已经有过3次了。我就希望他别去，我是在跟他商量建议，他当时就说你别管我，我就是要去。但我觉得一点那个也不科学啊！你管他科学不科学？你不要说什么习俗不习俗的。是不是你男朋友问你？我是不是我说的话你不能听一点建议吗？你是真的介意3次，还是因为觉得伴娘很容易在那种场合下跟伴郎万一处上对象了？他就是小心眼，他就这意思。他还拿那些来当借口。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要是他是这样的人的吧，我刚开始就不会跟他在一起，就不会选择他。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你还不让我去？我说了，我是给你建议，希望你别去，不是命令你不要去，好吗？听懂话了吗？他就是听不懂话。就像那次养猫，他有只猫在我那嘛，我说你把这只猫送回老家去，那些毛又得给它喂食铲食，晚上吵着我睡觉。我当时吧也没上班也没工作，本来就心情很烦，我只是希望他把那猫送回老家去。他还不送，他说啊，你帮我照顾一下怎么地呀？就好像就是什么他说的都是对的，我要求他做一点事情就是错的。你养猫为什么要养在别人家呢？觉得他平时也没啥事干，白天又不上班，然后无聊，放着就一直都在他那儿了。那现在咱能够把猫送回老家吗？那我回去我给他拿走吧，我带我那边养去。现在他回去了，把猫拿走了，你更完了。对，本来就不想见你，不去我以前只想来见个猫的。休息我还会过去看一下猫，或者去找他吃顿饭啥的。对啊，现在我拿走了，我就不去你那了。你拿呗，反正我说了，我不喜欢那只猫。你就是不想见到我了吗？意思？为啥我叫你不要去当伴娘？你为啥要去呢？又叫我来了。你理解我了吗？好。那对于男朋友来说，从来都觉得我的女朋友我可以打100分，那是满分呐。满分的您为什么今天会这么愤怒呢？他当时就跟我吵架嘛。不是伴娘这个事情扣不扣分？不扣分。就那只猫扣不扣分？不扣分。不扣分你说什么？他扣分，但他不敢说出来。对你那个分是假分。我给他100分，我表达我的心情，我确实是喜欢他的。我自己的问题我找个稳定的找不到，我只能出差。如果他不接受不了，我就成全他，并不是说我懒，我怕苦怕累，我只是希望你理解我一下，给我点时间而已。叫你去弄的，我说去火锅店吧，也有个4000多块钱，让他先去上着，他也不去啊。那我在手机上，我1个月我也能挣3000多，我为啥要那个稳定吗？每个月都能有吗？我也是给你一个建议，也是为你好。那你说所谓的稳定，就是去干火锅店干工作？那在解决温饱以前，不就是这样吗？那我在手机上我没解决温饱吗？那你出去吃饭，你别让我付账啊！我付多少次了？付了几个月了？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没为你花过钱吗？很少吧？那你说很少就很少吧。既然这样的，让老师们评评理吧。小伙子，有一件事儿，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男人的话，女朋友都说这句话了，要是我真的不让她付账。对，我天天在家里头煮方便面，我也不吃，而且还那么恨。这就是我给他100分的原因啊。我忍受他，我就是爱他，因为他带我吃好吃的，所以我忍受他。不是，不吃饭，我又不能怎么样，对不对？从心底，因为我觉得他吧，
是个会过日子的女孩，很善良。会过日子、善良的意思是不是她会给我钱花的意思？不是钱。我有点圆不下去您的这一个，就是没什么其他矛盾了，对吧？就我和他去逛街嘛，然后我去换衣服，我本来想让他帮我做个参考来着，然后我换完衣服出来，我连他人都找不着了，去哪了也不告诉我。当时我包还在他手上，我就身上也没有个手机啥的，也找不着他。是我爸给我打电话，到外面接电话去了。我想着接电话1-2分钟就完事了嘛，不知道为啥接那么长时间嘛。那你可以跟店员说一下，说我女朋友出来，你跟她说一声，我接电话去了。忘了嘛，当时就忙着接电话了，随手一忘了，他不理我了，他骑着摩托就跑了。他内心里头，我估计当时台词就一句，就是不指望你替我买了这条裙子吧，你连替我拎个包你都不见人，要你有什么用？对，这老弟，反正我听这么天，我就感觉你这个脾气真得改改。你现在目前在台上这个状态，可想而知，你要是喝完酒之后，你这个脾气会是怎么样？咱们作为男人嘛，多说点软话，哄哄，还是会起到一些好的作用。我觉得这个男生呢，他原有的工作不能丢，那是他的生活的基础。你搁外边吃饭，女友给你买1次单，不说啥，第2回单他心里边就有怨气了，第3回呢，他那个就不满意你了。你这样是在他身边，就好像说失少了地位。我觉得这个男孩子吧，你这个控制欲比较强。你就是说他当伴娘，你只要是我吧，你越不让我当，我越当。大哥不容易啊。真的，你说当伴娘在那氛围当中还是挺喜悦的，不影响什么。然后你看，你就在伴娘这块儿吧，哈，控制欲特别强。就有时候像我家先生也是，哎，你就揪这一劲儿。你说你让他去吧，我支持你。需不需要我当伴郎？你看你这样，你俩是有共同语言的，这个事儿就解了。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就比较好。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跟你们两个年纪相仿，我觉得为了爱情放弃事业的都是大傻瓜。不管是男生也好，还是女生也好，其实一段感情里面，你只有付出的这一方，你才是强者。你一旦变成了索取方，你就是弱者了。还有一个就是，其实男生为了女生放弃他自己事业的时候，其实女孩你内心有过一丝丝的愧疚或者感动吗？没有，没有。OK， 那其实我觉得你们俩骨子里是一样的人，只是因为这个事儿现在没有发生在你身上。那如果是你先经历事业危机的话，现在是不是你们俩的位置就正好对调过来？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说，哎，我到底喜欢这个人什么？想一想，你们俩是否真的合适在现在这个阶段继续绑在一起，看到对方的丑恶面。耗子扛枪窝里横。其实我们在很长时间的研究里发现啊，当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之后，他只能把自己的自信心建立在亲密关系上。所以一个人的事业越差，工作越差，他就越有占有欲，他的大男子主义他就越大。这在你身上是表现得非常的明显。你不要怪这个女人，你为什么对我越来越冷漠，就是你看看自己，是不是你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值得被爱了，所以她才会这么对你的。因为你没自信了，你的自信需要在一个还不断给你买单的女人身上，你不断的去指责她，你才能够觉得，哎呀，我还算是个男人。不是的，你要真是个男人，你今天应该打3份工。很简单，你要是个男人，你想到我要娶这个女人，那我得存钱啊，你没这么去做，你反而把大量的情绪输出在这个比你矮一个头的女人身上。因为你们2个人其实年纪还轻，所以我给你们的建议很简单，我建议你们相互冷静一段时间，你把你的猫带走，你好好的去找工作，等到有一天你们突然之间发现，我又是一个值得被人爱的人了，我又找回了我的自信，我知道我做的这份事业是能够让我感觉到我是一个男人的，这个时候你们再重新面对面站到对方面前去告诉对方，我爱你，我现在又有资格爱你了。感谢陆琪老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还有一段关系需要理清楚，拨开迷雾看到真相，不要忘记到微信公众号搜索陆琪老师，报出爱情保卫战忠实粉丝身份，这样可以得到一份新人礼。来，有请牛老师。
我觉得你们年纪还小嘛，所以现在先暂时分开一下，然后各自把各自的这个事业先搞一搞。我觉得男人嘛，你还是把自己的事业搞强大，那才是你最重要的一方面。我觉得特别简单，你们俩因为不了解而在一起，因为了解而分开。你出差的1个月得多少天在外面啊？我出差基本上每个月都回来1、2次吧，是吧？每个月只回来1、2次，在一起大半年的时间，超不过1年的时间，你们能见多少次？能相互了解多深？都是面上的，再加上热恋当中的一些情绪使然，你们就觉得哇，对方真是完美无瑕。尤其是女生，这会儿还抱怨呢，哎呀，你要是不老出差就好了，我想天天跟你腻歪在一起。一旦在一起了，尤其是男生的这个做出了非常不成熟的一种举动，说我辞职和你在一起，给你一个惊喜。刚才有问啊，女生是一点也无感啊，说哟，哪怕有一点点的感谢感激没有，反而就是惊讶。接下来矛盾就频生了，你们不合适在一起的。男生尽快的去找到一份工作，出差也罢，能在他身边也好，关键是你要改变你之前的观念，我们不能头脑一热，什么事情都做出去了。我们更不能自己本来就不想做某件事情，非得要甩锅到对方，这是不可以的。我是觉得男生打的那个100分挺有内容的，那个100分不是因为他真的让你有那么满意，而是那个100分是个烟雾弹，好让他不去挑你身上的毛病，也提醒他只有我才会给你100分，那个100分是用来取悦的，不是真实的分数。女生那个50分也不是一个真实。回到门后边，一会儿随着我们的门的开启，来看看大家最终做出怎样的选择。好，谢谢老师，有请。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观看完整节目。那究竟这3对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我们先来预测一下。第一对儿，来大家怎么看？在一起啊？我觉得他们肯定会出来吧。我也认为他们2个对儿会出来。好嘛，那有请，请开门。哎呦，哎，哎呦，没有啊，来了。我也想了一下，就是毕竟嘛，马上4年的感情了，所以说还想给他也给我自己一个机会吧。愿意带他公开亮相见家人了。
希望其他他答应兑现您的那些事情一一兑现哈。对对对。好嘞，谢谢您二位，您要扛起家里的事儿。会的，加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那么第二对会怎样？我们也来预测一下。会出来啊！肯定出来，肯定是出来。来，请开门。哎呀，多好呀！哎呀。经过老师的点评，我也找到我的缺点，因为我一直在找我错在哪儿了。感谢老师，不客气。哇！加油吧，祝儿子早日康复哈，一家三口和和美美。谢谢老师，谢谢啊。那么第三对究竟是出来还是不出来？我觉得不出来。我觉得不出来。对，不出来。不出来。不出来，这都是我们的期待哈。来，请开门。猜对了。哎。猜对了。吉儿好像如释重负了一下，是吧？哎呦，我可能跟这女孩差不多大吧，我就对她会有一点共情的成分在。我觉得女生都应该首先在你爱自己的前提之下，要被别人好好爱。是的，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让我们下期再见。